在北京當着一個購物狂老媽的面，偷偷摸摸連哄帶騙的給他進行了一波斷捨離。今天是第7天，準備收拾這個儲物櫃。櫃子下面的櫃門已經是7、8年都沒有打開過了。這麼多年以來，地面上始終是這麼擺的東西的，吃完了就繼續囤上。這個櫃面的空間也沒閒着。這些東西幾乎都是84歲的老媽從網上買回來的，不光是吃的喝的一大堆，化妝品也是一大堆。先從這個地面開始吧。阿姨網購的時間也不短了，一開始可能買衣服鞋子的比較多一點，從2000年以後才開始囤這種米面油，還有各種吃的。現在幾乎每個房間都是滿的了，這一堆吃的都沒過期。粉絲姐說也不留了，給它裝上袋子送人吧。這又翻出來了一箱香皂，裡面也是好幾個品牌，這些也不要了。昨天都已經送人了一箱了。這個箱裡面除了大米白面留下，其他的也都不要了。這些都是好的，都没過期，只要是放在外邊這個位置的，大部分都是没過期的，就是太多了吃不過來，然後就给它拿出去分一分吧。像这些南瓜粉、地瓜粉啥的，粉絲姐姐都没留，就留了點大米和白面。這裡邊的小零件太瑣碎了，我讓粉絲姐挑一挑，她直接給扔出去了，我都沒看着，也沒拍上。家裡面太多這種新的小東西了，粉絲姐說根本也用不上，買回來就搁那堆了好幾年了，就直接往外扔就行。這個牛奶和脱奶粉得給阿姨留着，就這個脱奶粉，前2天餐廳裡扔掉的那些她還找來着，幸虧這有幾盒給糊弄過去了。我扔趟垃圾的功夫，大叔已經開始迫不及待的扔阿姨這些書了。我說用不用挑一挑呀？他說不用了，都7、8年沒打開了，他自己都不知道這裡放的是書，趁他沒看着趕緊往外扔。這個時候阿姨就坐在屋裡看書呢，上邊這一層也全都扔了。阿姨就是耳朵稍微有點背，我倆在外邊說話她都聽不着。雖然這一單是當着阿姨的面偷偷摸摸往外扔，但是進行的還挺順利，真的是除了阿姨以外，其他的都特別配合，哐哐的往外扔。就連大叔也是没開封的就往外扔。這一堆都是大叔挑出來的，全都沒開封，還是好日期，都不要了。大叔挑完了以後，粉絲姐姐又過來了，告訴台面上這所有的東西都不要了，都不用挑，就直接往外扔就行，包括這罐頭，就把這樣大罐子的糖給他留下就行。這是阿姨天天找的東西。這一套茶壺茶碗也不要了，看着還挺好的。粉絲姐說好有啥用，放在那天也不使，浪費資源，拿出去誰樂意用誰用吧。好多人說阿姨買這些吃的其實花不了多少錢，還沒有1盒保健品值錢。其實這些生活用品也不少花錢，有的是不貴，但是它架不住多呀。而且阿姨她買的这些東西有的它也不便宜，它不是都是那種便宜的東西，主要是阿姨啥都往家買，吃的用的穿的化妝品，就是看見啥買啥，什麼面膜呀、祛斑霜啥的都可多了。我感覺阿姨買的這東西合計10幾萬、20幾萬的話，差不多也有了。那些海參我估計也得個小10萬。今天我聽粉絲姐說，去年她沒扔過一次了，也是找人來扔的。那個廚房裡面都是滿滿的，精心做飯都可費勁了。以前叔叔阿姨都是自己做飯的，從去年11月份才找的這個做飯大姐。她不是住家保姆，就是中午來做一頓飯，10點來幹到1點就完事兒了。如果去年不是因為這事的話，可能那個廚房還不讓收拾。今年這是好不容易給他商量通的，把屋收拾出來。收拾出來的東西都不能放门口，都得往外拿。现在要是讓阿姨看見了，都得往家撿。下邊這個櫃門終於打開了，上邊這些罐頭啥都沒過期。下邊這個櫃門就是7、8年以前的了，只有2盒罐頭還是大連產的了。看些日期是2019年的，這不就7、8年了嗎？這應該是外邊放東西之前囤的。这力寶殿是幹嘛用的？2018年的。啤酒也是好多年了。就這個櫃門裡邊的東西幾乎都是7、8年以前的了。再有像露露，之前就有人說這麼多吃的，讓那個保姆往家拿點唄。我還真問他了，人家不要。他說他不喜歡吃這些小零食，罐頭啥的都從來不吃。這是阿姨囤的礦泉水，2018年的。下邊這些就不用看了，哐哐的裝袋子就行了。有人說這些東西應該給它過期的裝一袋，不過期的裝一袋。我們幾乎都沒看它過期不過期，就是有的時候好奇我看一眼，大部分就是看這個東西要是不要，反正不要的就直接裝袋子，要的留下來。我跟那個大兄弟說好了，這些東西拿回去吃的時候都看一些日期。他每次拉走的時候我都告訴他大約有什麼東西是過期的。這些酒和海參給他留下，吃的就不要了。
這些都是好日期没開封的。有人說大兄弟拉回去這麼多，都可以去擺地攤了。要是有時間的話，擺個地攤便宜嘍嗖的賣，真能賣出去。這些瓶瓶罐罐、杯子啥的都不要了，幾乎都是阿姨在網上買回來的。剩下的這些都是留下來的，我給它拿出來，把櫃子給它擦一擦。聽說這2瓶茅台酒好像是他姥姥他們留下來的，我轉悠了半天也沒看出來是哪一年的。這個應該是喝過的了，好像是要把這瓶給扔了。一開始收拾的時候，粉絲姐說這個櫃子裡的東西清完了以後，連櫃子也扔出去都不要了。但是後來大叔說他還挺喜歡這個櫃子的，所以粉絲姐姐就給他留下来了。上面應該是平時擦不着，灰挺多的，下邊還挺干淨的。所以我上邊噴的是油精，下邊噴的就是那个水味式那个多功能清洁剂。像那種不太髒，然後直接擦還擦不乾淨，還怕腐蝕的，就可以噴那個水味式加那個多功能清潔劑，就是可以噴冰箱、烤箱、微波爐的那個，它也可以噴家具。这個地板磚是防滑的，顏色也特別髒，髒了也看不出來。但是這個櫃子一挪走，底下還是挺髒的，特別是那個磚縫裡面，都給它擦了一遍。把留下來的杯子和酒都給它擦一遍，擺回去。這個門裡面是2層的，粉絲姐讓我把這個玻璃拆下來放酒，這樣比放了一些小來小去的東西看得整齊一點。這些天幹活我基本上都是聽粉絲姐指揮了，她指哪我打哪，感覺她整理收納這一塊還是挺強的。粉絲姐跟我說，她如果沒有做編劇的話，她有可能就去當收納師了。好像還有一個她喜歡的職業我給忘了。按照粉絲姐的意見是，這些牛奶也給她扔了。她說應該給他們訂鮮奶。我感覺這個牌子的牛奶還挺貴吧，就是大叔讓留下的，她才沒往外扔。這還有一堆喝的，有一部分是在冰箱裡面放着的，這全都是阿姨買回來的呀。有飲料，有水。粉絲姐姐跟大叔在那挑出來好幾袋不要的，把這些要的給他擺上。這一堆是不要的，直接裝袋子給他扔出去，其實都沒過期。把阿姨買的這些海參給它擺上，加上今天的我數了一下，一共是34袋，這麼一擺還挺壯觀的。這得吃到啥時候呀？這個櫃子和過道是同一天收拾出來的，上午收拾的過道，下午收拾的這個櫃子，所以大兄弟那天來的時候是一趟拉走的，但是拉了2車。本來我是想撿在一天裡邊的，所以垃圾也沒分，就都裝上了。大兄弟拉了1車，然後他朋友拉了1車。後來我發現撿到一起太長了，所以就分了2個視頻撿。好多人都說大兄弟拉回來這些東西可以擺地攤了，是他想擺的話還真能。但是這些東西拉回來以後，幾乎都是附近的人都分了，可能他能佔一大半。今天的2袋書賣了50塊錢，到現在為止賣廢品才賣了210塊錢，幾乎都是送給他了。如果不送給他的話，這些東西都得我自己拎到垃圾桶，那得老累了。這是這個角落收拾出來的效果，看看它原來的吧。就這一個小櫃子，連扔帶收拾，然後再往回收東西，是花了4-5個小時。扔東西快，就是打掃衛生和收納慢。這是我第一天來的時候，兩邊全是東西，現在都給它清空了，露出來的地面也多了，感覺這個空間立馬就大了不少。粉絲姐說，等餐廳刷完牆以後，把這個冰箱挪進去，這裡就更寬敞了。